公元263年，蜀漢尚有數萬精兵在外，成都城牆依舊高聳，看似仍有一戰之力。但就在所有人以為勝負尚未揭曉之時，一支本不該出現的軍隊，竟從地頭上走不通的地方悄然殺出，直接刺向王朝心臟。這場看似注定的滅國之戰，真正的轉折並不發生在正面戰場。魏元帝景元4年，公元263年，曹魏征四方之兵18萬，分3路進攻蜀國。征西將軍鄧艾率兵3萬餘人，自狄道向榻中進軍。雲州刺史諸葛緒率3萬餘人馬自岐山進逼武都陰平橋頭。鎮西將軍鍾會率主力10餘萬人，分別由斜谷、洛谷、子午谷進軍漢中。應該說，這一進軍路線可謂既狠又準。蜀漢內部的政治鬥爭使主帥沒有固守必爭之地漢中，而是轉至榻中。司馬昭正是抓住這一機會，其用意在於以鄧艾正面鉗制降圍，令諸葛緒切斷陰平橋，斷其歸路，同時由鍾會進攻缺乏蜀軍主力的戰略要地漢中。此舉可謂一石二鳥，既可牽制降圍，使其難以歸援漢中，又可趁漢中空虛，以優勢兵力迅速奪取，避免付出巨大的公關消耗。即便鄧艾、諸葛緒一時難以擊破降圍主力，只要鍾會如期佔據漢中，降圍便將面臨被徹底合圍的危險。這個計劃一旦實現，蜀漢主力便可能被全殲於關城之外。屆時，蜀國諸關要害將陷入無兵可守、無將可派的窘境。但姜維並未坐視司馬昭為所欲為，他巧妙調動諸葛緒，使這一戰役實施中的關鍵一環離開陰平橋，從而跳出包圍圈。隨後，聽聞漢中與陽平關已經失守，便與北上來援的廖化、張翼、董厥等部會合，退守劍門關。由於諸葛緒的失誤，西路軍合圍姜維主力的計劃最終落空，魏軍反而將面臨與蜀軍主力在雄關決戰的不利局面。即便如此，益州北大門漢中仍被鍾會的大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攻取。要知道，當年劉備奪取漢中曾付出極大代價，而魏延、諸葛亮、姜維等人在此經營數十年，即便缺乏主力部隊，按理也應頑強抵抗。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或許連司馬昭也未曾料到蜀漢已經衰落至此。漢中失守，姜維亦難辭其咎。他未遵守措手諸圍、拒敵於外的舊制，認為士可御敵，不獲大利。為求獲大利，雖採取斂兵拒谷、堅壁清野之策，意在待敵軍撤退時與游軍並力搏之。這一構想本身頗為巧妙，然而司馬昭恰恰抓住其主力不在漢中的時機，致使蜀軍兵力不足，無法固守關隘。不僅堅壁清野之策難以實施，反而讓魏軍迅速進入漢中腹地，在極短時間內控制了全境。另外，成都方面命令漢軍守軍不在外圍抵抗，全線後撤，也可視為在執行姜維的既定計劃。這樣一來，魏軍鍾會主力與蜀軍主力在劍門關形成對峙，而鄧艾則已抵達陰平路口。其後發生了一段小插曲，西路軍鄧艾曾提出與諸葛緒會師，自涪城方向迂回，避開劍閣，直取成都。但諸葛緒以邀擊姜維為由，拒絕了這一提議，轉而率軍東進，在白水與鍾會會合。結果諸葛緒反而被鍾會設計陷害，其所部也盡數併入鍾會麾下。從白水關到成都，自劉備時期便不斷修整交通，由涪城直趨成都，對蜀國而言堪稱致命通道。但陰平道地勢險絕，人跡罕至，看似根本不存在可供大軍通行之路，因此蜀漢方面幾乎毫無防備。僅劉備曾在平武部署過3教人馬，卻很快被鍾會派田章清除。這條路線也更無人相信可以用於行軍。當時的局勢是，鍾會所率13萬主力
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劍閣牢牢阻擋，進退維谷，糧食日漸枯竭，轉運又極為困難。鍾會甚至一度考慮退兵，一旦後撤，此次滅蜀之役將前功盡棄，半途而廢。然而若繼續進攻，眼前的玄關又實在難以逾越。鄧艾對這一形勢看得十分清楚，於是大膽提出了偷渡陰平的計劃。鄧艾上言道：現在敵軍受挫，應該趁機進軍，我們可以從陰平出發，逐小路經過漢德陽亭，直奔涪城。從劍閣西邊的小路切入，距離成都只有300多里了。這支騎兵就能直插敵人的心臟，這樣一來，劍閣的守軍必然會被調動。應該說，鄧艾的這一計劃本身就帶有極大的冒險性。其一，陰平道是700餘里無人之地，山高谷深，糧運艱難，部隊一旦行走其中，只要被敵軍察覺，極有可能全軍覆沒。即便未被發現，能否順利走出險地，本身也是未知數。其二，既然是偷渡，兵力絕不可能太多，最多不過數千精銳，而這支部隊卻要面對涪城守軍、綿竹守軍以及成都方面的蜀漢中樞兵力。若蜀軍臨危不亂，固守待援，鄧艾這支孤軍後無援兵，內無糧草，恐怕難有作為。陰平即今甘肅文縣一帶，當地至今仍可見鄧艾入蜀時所修棧道遺跡。道路雖算通過，但此時鄧艾所部已是疲憊不堪，幾經斷糧。前方的涪城立刻成為決定生死的關鍵節點。一旦涪城失守，鄧艾的精兵便可獲得補給，迅速恢復戰鬥力，繼而直指成都。反之，若守軍據城死守，這支數千人的皮師很可能成為軍事史上的反面案例。最終局勢並未朝蜀漢有利的方向發展，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蜀軍涪城守將選擇投降，形勢由此急轉直下。涪城的失陷使其迅速成為鄧艾的補給基地，部隊自死地中復甦，進可直取成都，退亦可牽制劍門。可以說，涪城的佔領標誌着鄧艾這一冒險計劃已經實現了一半。鄧艾能夠兵不血刃地佔領涪城，固然有運氣成分，但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他主觀上的判斷與執行力。歸根結底，就在一個“奇”字。可以想見，馬邈此前所聽到的消息，無非是北線曹魏大軍南下，漢中失守，姜維在他中受挫，並退守劍閣。蜀漢已至生死存亡之際，任何一位蜀漢地方官在這樣的背景下，都難免心中惶惶，對朝廷與局勢充滿不安。而當魏軍如同從天而降般突然出現在面前，馬邈自然難免慌亂。或許是在混亂之中不明所以的向鄧艾的先登投降，或許早已認定蜀漢將亡，只求明哲保身，又或者誤以為魏軍已擊破劍閣主力，直接攻至涪城，除了投降別無選擇。此時蜀漢尚未立即滅亡，成都仍有完整的中央兵力，理論上仍具備一戰之力。然而鄧艾並未給蜀人留下任何從容應對的機會。諸葛瞻率領蜀漢最後的力量從成都趕往涪城，然而因贻誤戰機而退守綿竹，試圖力挽狂瀾，一度擊敗鄧忠失轉。但鄧艾很清楚自己已無退路，唯有繼續向前。隨後他重新整頓部隊，再度發起進攻，終於擊潰蜀軍前鋒，並突破成都之前的最後一道防線綿竹。諸葛瞻戰死，成都也徹底暴露在魏軍兵鋒之下。隨後劉禪採納譙周的建議，開城獻降，向鄧艾投降。至此蜀漢正式滅亡。姜維得知成都遭到偷襲後，率蜀軍主力4、5萬人由廣漢、西道，最後撤退至涪城。觀望局勢變化，卻萬萬沒有想到，等來的竟是一紙投降的敕命。他千算萬算，唯獨沒有算到後主會選擇投降。消息傳至軍中，蜀軍將士悲憤難平，紛紛拔劍疾死。鍾會得知鄧艾奇謀成功，
又見姜維撤退，遂命胡烈、田旭盤會堆積，自己率主力直趨成都。姜維接招後，深知大勢已去，只得率全軍投降。於是鄧艾得其主，鍾會得其軍，各奪其所。其後殘酷的政治鬥爭相繼展開，鄧艾、鍾會、姜維等三國末年的豪傑先後離場，反倒是後主劉禪以樂不思蜀留名史冊。魏滅蜀之後，戰爭真的結束了嗎？這一戰裡，真正的殺局其實才剛剛開始。勝利的一方開始互相算計，失敗的一方還在尋找翻盤的機會。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掌控局勢，卻一步步走向同一個結局。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你在這場局裡，你會怎麼選？公元263年，景元4年，鄧艾與鍾會都參與了魏滅蜀之戰。攻蜀時，兩人相互配合，又各有行動。鍾會計劃經劍閣進軍，鄧艾卻選擇走陰平。姜維被鍾會東面的攻勢驚動，將陰平的軍隊全部調去阻攔鍾會。鄧艾便通過陰平快速行軍，不久便抵達成都，迫使劉禪投降。在佔領蜀地之後，鍾會開始顯露傲慢，自認為有能力不再屈居人下。到了這一步，你覺得他還會甘心就此收手嗎？受到鍾會後代的姜維聯絡劉禪，謀劃引誘鍾會叛亂，以削弱魏軍，再殺掉鍾會，奪回兵權，存心讓蜀漢獨立。如果換着你在姜維的位置，會不會選擇賭這一局？劉禪投降鍾會後，派人命姜維向鍾會投降。姜維行至廣漢七縣，將自己的符節送給胡烈，於涪城向鍾會投降。鍾會心懷反叛的想法，姜維已經察覺，便想促成他起兵作亂。於是勸鍾會說：“聽說您自淮南之戰以來，決策從未有過失誤，司馬氏能夠昌盛，全依賴您的力量。如今又平定了蜀國，威德正盛，百姓頌揚您的功勞，祖上畏懼您的謀略，您還想因此安然而歸嗎？何不效法陶朱公範蠡，泛舟湖上，遠避是非，以保全自己的公民性命呢？”鍾會說：“您說的太遠了，我不能離開，而且從現在的形勢看，還沒有到這種地步。”姜維說：“其他的事情，憑您的智慧力量就能做到，用不着我多說了。”從此兩人關係親密，出行同乘一車，落座同坐一席。公元264年，咸熙元年，鍾會不滿鄧艾擅自做主行事，便和魏冠一同秘密上奏，稱鄧艾有謀反的跡象。那麼問題來了，在這種局面下，鄧艾到底是真的會反，還是已經被一步步設計進局？鍾會擅長模仿他人筆記，在劍閣截下鄧艾的奏章與書信，篡改其中語句，使其顯得狂妄傲慢，自恃功高，同時又毀掉司馬昭的回信，親自重寫，以此來讓鄧艾心生疑慮。鍾會先派魏冠前往成都抓捕鄧艾，他見魏冠兵力單薄，想借鄧艾之手除掉魏冠，再據此給鄧艾定罪。魏冠看穿了他的用意，卻無法違抗命令，便在深夜趕到成都，向鄧艾麾下將領宣告：“我奉詔來拘捕鄧艾，其餘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你們投向官軍這一邊，則如先前平蜀時一樣，再加爵賞；如膽敢不出，則要誅及三族。”等到雞鳴時分，眾將領都來到魏冠這裡，只有鄧艾身邊的人沒有到場。清晨，營門打開後，魏冠乘坐使者的車駕，直接進入鄧艾營帳。鄧艾還未起身，魏冠當即把鄧艾父子捉拿，關進囚車。眾將想要劫走鄧艾，立刻帶兵趕往魏冠營地。魏冠獨自出營迎接，還假裝撰寫表彰，聲稱會為鄧艾辯白，並無反心。眾將相信了他，便放棄了劫人的打算。丙子日，鍾會抵達成都，派人將鄧艾押往京師。鍾會心中唯一忌憚的人就是鄧艾，如今鄧艾父子已然被擒，鍾會便獨自統領所有兵力，威震西部地區。於是下定決心，暗中謀劃反叛。鍾會計劃讓姜維率領5萬人馬乘斜谷出兵，擔任前鋒，自己則統領大軍，跟隨在他身後。等到了長安，就命令騎兵乘陸路行進，步兵乘水路出發，順着渭水駛入黃河，
他認為只需要5天就能抵達孟津，再和騎兵在洛陽會合，短時間內就能平定天下。正逢此時，鍾會收到了司馬昭的書信，信中說，恐怕鄧艾不甘心接受懲處，現已派遣中護軍賈充率領步騎兵1萬人直接進斜谷，駐紮在樂城，我親自率10萬人駐紮在長安，近日即可相見。鍾會看完書信後大驚失色，立刻叫來親信之人，對他們說，如果直取鄧艾，相國知道我能獨自辦理，如今帶來重兵，必定察覺到我有變異，我們應當迅速發難，事情成功了就可得天下，不成功就可以退保蜀汉，仍可做個劉備一樣的人。丁丑日，鍾會召集護軍、郡守、衙門骑度以上的官員，還有過去的蜀國官吏，在成都的朝堂上為郭太后舉行哀悼儀式。他還偽造了郭太後的遺詔，稱要讓鍾會取兵廢黜司馬昭。隨後將遺詔向在座眾人宣讀，讓大家商議之後，便開始授予官職，安排任職，又讓自己的親信代為統領各路軍隊，把請來的各位官員全部關押在益州各官署的屋子裡，關閉了城門和宮門，派重兵嚴密看守。魏冠假裝病重，請求外出居住在官舍裡，鍾會信以為真，對他也就不再有任何防備。姜維打算讓鍾會把從北方來的將領們全部殺掉，自己再趁機除掉鍾會，將魏國的士兵全部活埋，重新擁立劉禪為帝。他給劉禪寫了一封密信，信中說，希望陛下再忍受受辱之辱，我要讓國家危而復安，日月憂而復明。鍾會雖然有意聽從姜維的建議，誅殺眾將，心裡卻還是拿不定主意。鍾會的帐下都邱建原本是胡烈的部下，鍾會對他十分賞識信任。邱建不忍心看胡烈獨自被囚禁，便向鍾會請求，允許胡烈派1名親兵外出領取飲食，其他衙門將也都照此例各留1人侍奉。胡烈趁機欺騙親兵，讓他把消息傳給兒子胡淵說，邱建秘密地吐露消息，說鍾會已經挖了大坑，做了數千根白色大棒，想叫外面的兵士全部進來，每人賜1白帽，受散将之職，依次击殺諸將，埋入坑中。各衙門將的親兵也都傳出同樣的話，一夜之間消息輾轉傳開，所有人都知道了。事情到了這裡，如果你是城外的士兵，聽到這樣的傳聞，你會先動手還是繼續觀望？乙某日中午，胡淵率領附近部下的士兵擂鼓衝出，各軍也不約而同地吶喊着一同出動，甚至沒有人指揮，就爭先恐後地衝向城內。當時鍾會正給姜維分發鎧甲兵器，有人報告說外面喧鬧不止，像是失火一般。過了片刻，又有士兵報告有軍隊朝城內衝來。鍾會大驚，問姜維說，兵來似乎是想作亂，應當怎麼辦？姜維說，只能攻擊他們。鍾會派兵去殺被關押的衙門將、郡守，裡面的人紛紛拿起戟案頂住門，士兵們砍門卻無法攻破。不一會兒，城外的人搭梯子登上城牆，有人焚燒城內房屋，士兵如潮水般引入，箭如雨下，被關押的官員們也破門而出，與部下會合。姜維帶着鍾會身邊的人奮力拼殺，親手斬殺5、6人，最終眾人殺死姜維，又一擁而上，殺了鍾會。鍾會一方有數百名將士戰死，亂兵又殺害了蜀漢太子劉宣和姜維的妻兒，並在城中大肆搶掠，城內死傷慘重，一片混亂。魏冠部署眾將平息動亂，過了數天才將局勢穩定下來。鄧艾本營的將士追上囚車，把鄧艾救出來並迎接回來。魏冠認為自己與鍾會共同陷害鄧艾，恐怕他回來會有叛亂，就派遣護軍田旭等人領兵去襲擊鄧艾，在綿竹西邊遇上，於是殺了鄧艾父子。當初鄧艾進入江油時，田旭不往前進，鄧艾想殺了他，後來又放了他。魏冠派遣田旭時，對他說，你可以為江油受的恥辱報仇了。鄧艾其餘的兒子在洛陽則被誅殺，又把他的妻子及孫子遷到西城縣。
鍾會的兄長鍾玉曾秘密地對司馬昭說：鍾會愛玩弄權術，不可過於信任。及鍾會反叛，鍾玉已經去世。司馬昭思念鍾玉的功勳與仁賢，特別寬宥了鍾玉之子鍾俊、鍾昌，官爵如故。滅一國容易，穩一局卻難。真正決定結局的，從來不只是兵力和計謀，而是人心與權力的邊界。你覺得這場局裡，誰才是第一個走錯棋的人？誰能想到，一隻孔雀竟引爆了膠州血雨腥風的廝殺？看似不起眼的孔雀徵調，實則暗藏殺機。西晉與東吳為爭奪膠州展開生死對決，每一步都藏着致命陷阱，每一次交鋒都關乎地盤歸屬。這便是三國末期膠州大地最殘酷的權力與地盤之爭，沒有退路，唯有死戰到底。吳永安5年，公元262年，魏景元3年，吳景帝申休派遣察赞鄧荀前往交趾郡，強行徵調孔雀與野豬。交趾太守申旭早前就強行徵調郡內3000名工匠，遠赴建業做苦役。當地百姓一見鄧荀到來，都以為要新增徭役人手。從申旭徵調工匠到鄧荀徵調真情，東吳對交趾的壓榨從未停止。這背後是不是暴露了東吳對邊疆治理的致命缺陷？郡吏呂信借着民怨沸騰的勢頭，鼓動士兵百姓，又聯合周邊部族，在吳永安6年，公元263年，魏景元4年5月，毅然起兵，誅殺了太守申旭和察赞鄧荀。另有說法講到，交趾太守申旭貪婪殘暴，欺壓一方，民間早就積怨深重。鄧荀抵達交趾後，又私自徵調30隻孔雀，還逼迫百姓長途護送到建業，眾人都不願承受遙遠苦役，心裡早已埋下反抗的火種。郡吏呂信順勢帶頭舉事，斬殺了申旭與鄧荀。孫休並沒有立刻出兵前去平定交趾的叛亂，就在呂信起兵的同一個月，曹魏正式下詔大舉伐蜀。手握魏國大權的司馬昭集結整整18萬大軍，在8月從洛陽發兵出征。孫休優先選擇圍魏救趙援蜀，而非平定交趾內亂，這背後是東吳的聯蜀抗魏的戰略考量，還是對邊疆叛亂的輕視？這一決策又埋下了怎樣的隱患？孫休到10月接到蜀漢的求救消息，立刻下令出兵攻打魏國，派大將軍丁奉率軍進攻壽春，讓將軍劉平到南郡的司機那裡商議向何處進兵之事，讓將軍丁奉深意到沔中去救援蜀漢。可僅僅過了1個月，蜀漢後主劉禪就選擇開城降魏。孫休得知消息後，只能緊急撤回攻打魏國的兵馬，反而派兵去安撫平定吳蜀邊境一帶的動盪局勢。在這之後，孫休又從吳永安7年，公元264年，魏景元5年2月開始，接連出動4路大軍，猛攻原本屬於蜀漢的永安，打算趁着曹魏在蜀地根基未穩，趁機搶占巴蜀戰略要地，卻遭到守將羅憲拼死固守，頑強阻擊，前後耗時半年，始終沒能攻破城池。一直到同年7月，魏國派出荊州刺史胡烈率領大軍直逼吳國重鎮西陵，以此援救羅憲。東吳大軍無奈之下，只能全線撤退。也就在這個月，孫休病逝離世，臨終前托付丞相張布輔佐其太子申據。然而，由於當時東吳面臨內憂外患，而太子申據尚且年幼，張布與群臣商議後，違背孫休的臨終遺命，立廢太子孫和之子孫皓為帝。因為朝中戰事不斷，始終抽不出精力顧及交趾的叛亂。孫休臨終前特意劃出膠州北部的南海、蒼梧、高梁、榆林4郡，單獨設立廣州，用來穩住局面，防止動亂進一步蔓延擴大。呂信在交趾郡起兵之後，整個膠州立刻掀起連鎖反應，九鎮、日南兩郡也紛紛起兵響應。呂信順勢帶兵逼近合浦郡，打算拉攏當地勢力一同反叛。蜀漢滅亡之後，呂信深知東吳無暇南顧，主動派遣都尉唐普
趕往南中晉盛縣，向魏國南中都督霍邑請求歸順庇護，期盼魏國出兵支援，同時懇請朝廷授予自己高官爵位，好坐鎮交趾，穩住地方大局。霍邑隨即上書洛陽，如實轉達交州頓人的訴求。一直到吳元興元年（公元264年）魏咸熙元年9月，才等到曹魏朝廷的正式批复。魏國下诏册封呂興，授予他史思节，都督交州軍事、南中大將軍，加封安定縣侯，還特許他遇事可先行處置，再事後上報。與此同時，朝廷任命霍邑遙領交州刺史，全權托付交州大小事務，允許他自行任免當地官員。霍邑隨即舉薦建寧人創古出任交趾太守，又派遣董源、毛炯等一眾杨門將領兵南下支援呂興。可誰也沒想到，曹魏援軍還沒有趕到交趾，呂興就被自己手下的公曹李統暗中殺害。呂興手握民心，獲得魏國冊封，看似佔據天時地利人和，卻死於手下之手。這是不是說明亂世之中人心不齊遠比外部威脅更致命？吳甘露元年（公元265年）魏咸熙2年，創古等人率領兵馬從南中抵達龍邊及今越南河內，着手安撫剛剛歸附的交趾各地。就在這年，司馬昭去世，其長子司馬炎繼任為相國，西封晉王。12月，司馬懿創魏之立，正式建立晉朝。沒過多久，創古病逝，霍邑隨即上書朝廷，舉薦巴西人馬融，也就是馬忠的兒子，接任交趾太守。可馬融上任沒多久，也因病離世。霍邑又舉薦前為人楊繼，繼續執掌交趾大局。經過楊繼等人2年的苦心經營，到了吳保鼎2年（公元268年），晉太史3年，西晉已經穩穩佔據吳國的交趾、九真兩郡，日南郡更是近在咫尺，隨手可拿。一時間，吳國合浦以北全境人心動盪，民心不穩。晉朝朝廷隨即加封楊繼為绥遠將軍，董源、毛炯等楊門將也都晉升雜號將軍，盡數封侯。就連遙掌交州大局的霍邑也憑借功績受封列侯。保鼎3年（公元268年），晉太史4年，吳主孫皓終於忍無可忍，向西晉發起大規模反撲。孫皓任命劉俊為交州刺史，前任交州刺史修澤擔任前部督，聯合將軍顧榮，也就是顧雍的族弟，一同率軍從合浦討伐駐守在交趾的晉軍。吳軍接連數次強攻交趾，全都被楊繼率軍擊退。東吳漸漸陷入被動，楊繼抓住戰機，派遣毛炯、董源等人主動出兵，直撲吳軍重鎮合浦。雙方在古城，也就是如今廣西合浦縣東北一帶展開大戰。晉軍一戰擊潰吳軍，大獲全勝。吳將修澤被毛炯當場斬殺，刺史劉俊也戰死沙場。吳軍殘餘兵力只能退守合浦，固守待援。東吳反撲慘敗，省兵折將，這不僅是軍事上的失利，更暴露了孫皓時期東吳的哪些內部問題。這場慘敗會徹底動搖東吳的根基嗎？此戰過後，楊繼上書朝廷，舉薦董源出任九真太守，毛炯出任榆林太守，繼續領兵征討吳國交州各郡，步步傳使東吳地盤。建恆元年（公元269年），晉太史5年，孫皓再次派出2路大軍南下征討交趾，一路由监軍於氏，也就是於翻的世子，連同城南將軍薛旭、薛嵩的長子，從荊州陸路出兵；另一路由監軍李旭、督軍徐純帶隊，從建安郡治，也就是今天福建建瓯市南，逐海路進軍，約定兩軍在合浦會師，聯手清剿駐紮在交趾的晉軍。可惜吳軍行軍很不順利，李旭這一路因為建安海路險阻難行，根本到不了約定地點。無奈之下，李旭殺掉向導橫飛，在第2年率軍原路退回建業。之前被李旭得罪過的何定趁機以上殺向導、私自撤軍為由，向孫皓誣告李旭。孫皓大怒，直接下令把李旭、徐純全部處死，還誅滅3族。於是薛許大軍抵達後，
漢武太守陶桓主動上表請戰，帶兵和楊繼所部在汾水開戰，只因將帥想法不合，號令無法統一，吳軍醉軍戰敗，還有2名將領當場陣亡，於是兵敗退保合浦。謝緒為此十分惱火，和陶桓起了爭執。就在當天夜裡，陶桓親自帶着幾百精兵夜襲董源營地，大獲全勝，繳獲數千匹錦帛和無數珍寶，滿載而歸。謝緒得知戰果後，主動為之前的態度向陶桓道歉，還上奏舉薦陶桓出任交州刺史、前部都。建恆3年（公元271年）晋太史7年4月，於是領兵攻打董源所部，順利取勝。董源戰死，楊繼只好任命王肅接替九征太守。陶桓拿出之前繳獲董源的財物，重金收買符延誼首領梁齊，梁齊當即帶領1萬多兵馬歸附吳軍。謝緒採用陶桓的謀略，從海路突襲交趾。楊繼趕忙派毛炯、孟越帶兵前去攔截，雙方在汾西展開大戰，晉軍慘敗，毛炯孤身一人僥倖逃回。交戰當中，晉軍還曾假裝敗退，想設伏偷襲吳軍，卻被陶桓一眼看穿，派出長騎隊一舉攻破晉軍埋伏。陶桓憑一己之力扭轉吳軍頹勢，一邊用兵，一邊收攏人心，這是不是說明亂世之中能臣良將才是決定戰局走向的關鍵？楊繼、毛炯等人收攏殘兵，退回交趾，閉門堅守城池。陶桓順勢領兵圍城，徹底切斷糧草補給。到了7月，交趾城內糧草徹底耗盡，半數以上居民都死於饑荒和疫病。沒過多久，陶桓暗中聯絡招降了城中守將王約，靠着裡應外合攻破交趾城，斬殺張登、孟通、邵徽以及2000多名守軍，活捉晉將楊繼、毛炯等人。陶桓立下大功，被東吳正式任命為交州刺史。九征守將王肅得知交趾淪陷，和楊門、王成等人打算逃回南中，結果半路被陶桓部將魏普擒獲。九征攻曹李作和都尉邵衍依舊堅守城池，不肯投降。陶桓派兵攻城時，隨軍的還有李作的舅舅李緩，他出面勸外甥歸降東吳，卻被李作斷然拒絕。吳軍耗費不少時日，才最終平定九征。沒多久，日蘭等郡紛紛開城歸降，東吳就此成功收復整個交州。為了奪回交州，申浩幾乎傾盡國力，歷時3年的戰爭，投入了最精銳的陸軍和寶貴的海軍，消耗了巨量的錢糧財物。雖然最後順利奪回交州的控制權，然而卻極大的透支了東吳本就不甚雄厚的國力。北方的西晉王朝正厲兵秣馬，虎視眈眈，為了滿足南征的需求，長江中上游的荊州等地直面晉軍的核心防禦地帶，兵力被嚴重抽調和削弱，防務出現巨大真空，這無異於將帝國的咽喉要害暴露在敵人的刀鋒之下。你覺得這一戰東吳真的贏了嗎？一個鮮卑首領為什麼能讓剛剛建立的西晉陷入長達10年的苦戰？自謂封疆大吏，接連戰死，就連準備統一天下的司馬懿也不得不戰死，犯下滅吳計劃。這場幾乎改變西晉命運的戰爭究竟是如何爆發的？正始10年，公元249年正月，曹爽陪同皇帝曹芳前往洛陽城南的高平陵祭祀魏明帝曹睿。司馬懿趁機發動政變，誅殺曹爽及其黨羽，從此魏國的軍政大權便落入司馬家族手中。司馬懿去世之後，他的長子司馬氏繼續執掌大權，廢黜皇帝曹芳，改立曹髦為帝。司馬昭當政期間，年輕氣盛的皇帝曹髦不甘做傀儡，於甘露5年（公元260年5月7日）率領宮人攻打司馬昭，聲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最終被司馬昭的手下陳濟殺死。曹髦被殺後，燕王曹宇之子曹晃被選中為帝，為使其名正言順，將屬於曹氏小宗的曹晃過繼到曹氏大宗，並詔令其改名曹奂。司馬昭為完成代魏的布局鋪路，以攻滅蜀漢的赫赫軍功，夯實自身權威根基。他更以13次反覆辭讓九锡，
進攻相國之位的做法，把權臣牟禮塑造成众望所歸、不得已而受的仁厚之態，一步步打磨出一套完整成熟的上任流程。乾熙2年，公元265年8月，還沒來得及完成最後的上任，司馬昭病逝。同年12月，他的長子繼任晉王的司馬炎，經過幾番推辭，最終接受魏帝曹奂的上任，登基稱帝，建立晉朝，史稱西晉。曹奂被降封為陳留王，得以善終。等司馬炎穩定了局勢，正準備對東吳用兵時，一場為期10年的叛亂卻又拉開了序幕。突發蘇金人是河西鮮卑人，在祖父突發蘇田去世之後，接任了部落首領之位。長大成人後的蘇金人是一個富有謀略的人。太史4年至太史5年，公元268年至269年，河西陇西地區連年遭遇大旱，當地民眾深受其害，數十萬百姓處境艱難，亟待救助。秦州災區胡漢民眾混雜居住，其中又以河西鮮卑的人數最為眾多。司馬炎擔心當地生出禍端，於是派遣曾任荊州刺史的胡烈前往鎮守。胡烈到任之後，採取高壓手段處理當地事務，先屯兵於高平川，後又派兵進占麥田一帶的河西鮮卑居住地。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沒能維繫與羌人的和睦關係，反而更加劇了災區難民的痛苦。在胡烈的暴政之下，突發蘇金人於太史6年，公元270年發起了反抗。太史6年，公元270年6月，秦州刺史胡烈率軍前去征討，與突發蘇金人在望湖堆展開交戰，最終兵敗身死。胡烈死後，蘇金人麾下軍隊士氣大振，率領部眾一舉攻下了高平。扶風王司馬亮派遣將軍劉琦前往救援，劉琦卻觀望局勢，不肯進兵。晉武帝司馬炎下詔罷免了司馬亮，劉琦被判斬首。隨後又命尚書石建出任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封為將軍田瞻一同率領大軍西征。石建和當時擔任東羌校尉、輕車將軍的杜預產生了矛盾。杜預拒絕盲目出兵征討鮮卑叛亂，被石建誣陷，遭到免職，並押解回京。多虧杜預駙馬的身份，在8邑的赦免範圍才保住性命，但仍丟掉了爵位。之後，石建率軍討伐突發蘇金人，依然無法取得勝利。同年7月，司馬炎又任命鎮守許昌的汝阴王司馬嵑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運糧等州諸軍事，接替被免職的兄長司馬亮鎮守關中。西晉軍隊和鮮卑軍隊經過1年多的交戰，突發蘇金人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聯合了氐羌、匈奴等部落共同反擊。各族聯軍當中，尤以東西漢時期北地郡的匈奴人最為強悍，號稱北地虎。西北地區的各部族相互策應，並肩作戰，使得西晉王朝接連丟失城池與土地。太史7年，公元272年，突發蘇金人聯合北地虎攻打京城，在青山擊殺了涼州刺史辛弘。之後，他又在京上殺死了繼任的涼州刺史蘇玉。從太史10年，公元274年到咸寧元年，公元275年，突發鮮卑的勢力從涼州京城郡西北繼續向西拓展。高山以東的一些鮮卑部落也起兵反抗晉朝的統治。由於晉軍接連戰敗，司馬炎請示難，又命令賈充鎮守關中。賈充不願意離開權力中樞洛陽，在心腹荀胥的謀劃下，賈充採取了對西晉歷史影響深遠的小妙招，將小女兒賈南風嫁給太子司馬衷。通過這門親事，賈充乘權臣，變為皇親國戚，成功說服司馬炎將其留在京師，不僅避免了外放，反而地位更加穩固。然而，賈南風進入東宮，也為後來西晉的賈後亂政和八王之亂埋下了禍根。乾寧3年，公元277年，局勢更加惡化。平魯護軍文鸯臨危受命，在3月率領梁、秦、雍3州的軍隊大敗突發蘇金人，20萬胡人部眾前來歸降。經過這一場戰役，河西鮮卑的實力受到了極大的損耗。
但僅過了1年，突發蘇吉倫就命令部將洛羅拔人在武威大敗金軍，宜安縣成了第3個戰死的涼州刺史，第4個被鲜卑鎮斬的封疆大吏。突發蘇吉倫纵橫西北，威震天下。建寧5年，公元279年，突發蘇吉倫乘勝攻下了涼州，司馬炎非常後悔。明朝哀嘆說：“誰能為我討伐這個胖虎？”馬龍主動請命前往，率領3500勇士向西出征。期間，匈奴人劉淵也主動請求隨軍前往，孔循、楊堯堅決反對，認為劉淵帶來的禍患遠大於突發蘇吉倫。然而，雖然孔循、楊堯看到了劉淵的危險，但是卻忽略了一個王朝真正的危機往往是從內部開始崩潰。比如多年之後的八王之亂，馬龍率軍向西渡過溫水，突發蘇吉倫等人帶領幾萬名部眾憑借險要地勢抵抗。因為山路狹窄難行，馬龍便下令制造了扁箱車，還打造了木屋安置在車上，一邊作戰一邊前進，一路行進了1000多里，打得鮮卑軍隊死的死，傷的傷，損失十分慘重。自從馬龍率軍西進之後，便與朝廷斷絕了音訊。後來馬龍的使者在夜裡趕回京城，晉武帝拍着手十分高興。第二天清晨，他召集群臣對他們說：“假如聽從了諸位的意見，就沒有涼州了。”於是晉武帝下令賜給馬龍符節，授宣威將軍。馬龍抵達武威之後，鮮卑部落首領出拔罕、且萬人率領1萬多部眾前來歸降。12月，馬龍與蘇吉倫展開大戰，斬殺了蘇吉倫，涼州就此平定。突發蘇吉倫死後，秦涼的諸胡部隊失去了領袖人物，頓時土崩瓦解，紛紛向馬龍投降，不願投降的也都各自四散逃生。秦涼之變自此徹底結束，他的堂弟突發烏王之後接替他，成為了突發鮮卑的首領。這場持續10年的西北叛亂，迫使司馬炎暫時放下了滅吳計劃。而當涼州戰事終於平息後，他將目光再次放到了江南。而司馬炎又是如何完成統一天下的最後一步？天下山峰終有破，蜀漢覆滅之後，晉吳對峙的亂世棋局正式拉開。明明西晉手握滅蜀餘威，早已定下水陸並進的滅吳大計，為何遲遲按兵不動，隱忍多年？東吳坐擁長江天險，忠臣名將頻頻預警備戰，吳主孫皓卻為何充耳不聞，荒廢防務？一場注定終結亂世的較量，藤儲備之秋就藏着太多未解之謎。今天我們就走進晉滅吳之戰，解鎖這場統一戰爭背後的暗潮與伏筆。公元263年，魏滅蜀之後，三國鼎立數十年的局面被徹底打破，曹魏政權漸漸落入司馬昭父子之手。2年後，司馬昭病逝，其子司馬炎廢魏帝曹奂，以禪讓之名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至此正式形成晉吳對峙的格局。早在公元262年，魏景元3年，司馬昭提出了先定巴蜀，3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再併東吳，統一全國的戰略方針，為實現統一天下的目標。晉武帝司馬炎從公元269年定太史5年起，即着手籌劃滅吳。在政治上，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後代劉禪及諸葛亮等人的子孫，以此來鞏固自己在巴蜀地區的統治，解除伐吳的後顧之憂。對東吳則實行分化瓦解的政策，以此動搖東吳的軍心和民心。司馬炎後代蜀漢遺臣，並非單純仁德，實則是掩蓋司馬氏篡位正統性的缺陷，分化巴蜀勢力的政治算計。可史料記載，蜀漢士人入晉後，仍受門閥輕視，多遭排擠。同時，他還着力改善國內政務，推行屯田政策，積累糧食，安定邊境的防守。與此同時，他還精心挑選將帥，調整兵力部署，任書尚書左仆射楊戶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守襄陽（今屬湖北），任命鎮東大將軍魏貫都督青州諸軍事，鎮守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
任命鎮東大將軍、東莞王司馬昭都督徐州諸軍事，鎮守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公元272年，太始8年，晉武帝依照楊戶的建議，复任王浚為益州刺史，緊接着又加封他為龍驰將軍，讓他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命令他在巴蜀地區大量建造戰船，訓練水軍。晉軍所建造的大型戰艦長度達到120步，能夠裝載2000多人，船上搭建了木城，築起了輩輦，四面都設有開門，甚至在船上可以騎馬馳騁。後來朝廷又命令王浚加快造船進度。起初王浚在巴蜀地區只分命帶領500-600名屯田兵造船，之後又增加了各郡的1萬名士兵，結果只用1年時間就完成了造船任務，使得王浚率領的水軍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為實現水陸並進、消滅東吳的目標提供了重要的軍事力量支撐。公元276年，咸寧2年10月，晉國討伐東吳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征南大將軍楊戶上奏朝廷，請求討伐東吳。他明確指出，伐吳的條件已經成熟，應當不失時機地向東吳進軍，並且根據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的戰略方針，提出了具體的滅吳部署。這個部署的核心要點是針對吳軍部署上東強西弱的實際情況，確定在徐州、揚州方向實行兵力牽制，首先集中水陸軍主力奪取夏口以西的地區，然後順着長江向下游進軍，集中全部力量合擊東吳的都城建業。這一方針的好處在於水陸並進，多路同時進發，能夠充分發揮水陸軍各自的優勢，從薄弱且重要的長江中上游地區橫切縱割，一舉粉碎吳軍的整個防禦體系，從而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司馬炎接受了楊戶的建議，但由於西北鮮卑族首領起兵反叛晉國，導致後方局勢不穩，再加上太尉賈充等人的反對，使得伐吳戰爭不得不拖延了下來。楊戶伐吳部署堪稱完美，司馬炎也已英勇，為何最終功虧一簣？賈充的反對絕非單純擔憂國力，實則是忌憚伐吳功臣手握重兵，權勢過剩，會威脅到自身及門閥集團的利益。這種內部權力博弈是不是差點葬送了天下一統的良機？公元277年，咸寧3年7月，晉國又進行了兵力部署調整，任命原本都督豫州諸軍事的王渾為都督揚州諸軍事，任命鎮南大將軍司馬亮為都督豫州諸軍事，任命左將軍胡豐為都督江北諸軍事。公元278年，咸寧4年11月，楊戶去世。晉武帝依照楊戶生前的推薦，任命杜預繼任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接替楊戶負責荊州地區的軍事事務。東吳方面面對晉國軍隊進攻的嚴重威脅，一些大臣深感憂慮不安。他們認為東吳雖然擁有長江天險作為屏障，但長江之險不可久視。因此向吳主孫皓建議，在政治上實行省西百邑、罷去苛擾、養民豐財的政策，以此加強國內的安定局面和經濟實力。在軍事上，為了防備晉國軍隊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要加強建平郡治在今湖北秭歸、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西陵峽口兩地的防務。東吳名將陸抗明確指出，西陵、建平國之方表，如其有疑，當傾國爭之。因此，他在擔任樂襄都督之後，就向孫皓請求在西陵駐紮3萬精兵，加強當地的防守力量。公元272年，晉太始8年，王浚在巴蜀地區建造戰船時，大量的歲木順着長江向下漂流。建平太守吳偃看到這些歲木後，立刻意識到晉國將要發兵順流而下攻打東吳。於是就向孫皓請求增強晉平地區的守備力量，做好防禦準備。公元274年，晉太始10年，陸抗再次向孫皓上書，詳細陳述了加強建平、西陵兩地防守的重要性。他說道：“若其不然，深可憂也。”但是這些具有戰略價值的建議都沒有被孫皓採納。
吳主聲號固執地認為晉國沒有能力攻打東吳，而且東吳有長江天險作為依靠，難以被攻破。因此，他不重視改善國內政務，依舊像以前一樣暴虐無道，在軍事上也不重視軍備建設，放鬆了長江上游地區的防務，當然更談不上有通盤的戰略考慮和進行全面的防禦準備了。西晉籌備多年，戰船齊備，將帥雲集，伐吳之勢已箭在弦上，東吳卻在昏庸統治下親手放棄天險，自斷後路。當西晉6路大軍揮師南下，東吳能否憑借長江拼戰，拼死抵抗？這場決定天下一統的正面交鋒又會出現怎樣的轉折？下期我們聚焦晉吳決戰，見證亂世終局的誕生。東吳坐擁長江天險20多萬兵力，為何西晉只用了短短幾個月就徹底滅掉了這個立國50多年的政權？更詭異的是，晉軍20萬人分6路南下，看似聲勢浩大，實則處處冒險。而東吳雖然紛爭不斷，卻依舊有張悌、沈營這樣的死戰忠臣，甚至一度差點擋住晉軍渡江。那麼問題來了，東吳究竟是亡於國力差距，還是亡於內部崩塌？晉滅吳之戰中，又藏着多少被後世忽略的致命失誤？公元279年11月，司馬炎採用楊戶生前擬定的伐吳計劃，派出20萬兵力，分6路大軍進攻東吳。具體部署如下：一、正军將軍南陽王司馬昭乘下邳經江收郫縣南向途中經安徽楚河流域方向進軍。二、安东將軍王渾乘揚州周至在今安徽寿春出發，向江西经安徽和縣方向进軍，乘浑江渡口渡過長江。三、建威將軍王戎乘豫州周至在今河南許昌東南，向武昌经湖北鄂州方向進軍。四、平南將軍胡奮乘荆州向夏口经武漢市武昌方向进軍。五、征南大将軍杜預乘襄陽向江陵今属湖北方向进軍，之後南下长江湘水以南地區，一直进軍到交廣一帶。六、龍驤將軍王浚率水陸大軍自成都沿江而下，以及廣武將軍巴東郡治在今四川奉節监軍唐兵從巴蜀地區順長江向東而下，直逼東吳都城建業。朝廷任命太尉賈充為大都督，換軍將軍楊繼為副都督，率領中軍駐守在襄陽，調度和節制各路大軍，任命中書令張華為度支尚書，全面統籌糧食的運輸工作。這次伐吳總的作戰意圖是用司馬昭、王渾2路大軍直逼建業，牽制東吳的主力部隊，使他們無法增援長江上游；用王戎、胡奮、杜預3路大軍奪取夏口以西的各個戰略要點，以此配合王浚所率領的8萬水陸大軍順江而下，然後由王浚、司馬昭、王渾3路大軍分別南下東進，合力奪取建業。這樣的部署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因為當時東吳還有20多萬兵力，就兵力對比而言，晉國南下的兵力並不占太大優勢，而是東吳的兵力分散在長江沿岸和江南各地。晉國軍隊需要分路對其予以各個擊破，才能迅速消滅東吳。晉軍分6路的部署看似分散兵力，實則精準擊中東吳兵力分散的死穴。反觀東吳坐擁長江天險與對等兵力，卻始終未能形成統一的防禦體系。這並非單純的戰略失誤，若東吳能摒棄內鬥，將分散的兵力集中於建平、西陵等上游要塞，以長江為屏障，構建縱深防禦，能否打破晉軍的合圍之勢，改寫覆滅命運？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正月，安東將軍王渾所統帥的10多萬大軍向橫江經安徽和縣東南方向進軍。他派出參軍陳勝等人率領部分兵力攻打浔陽經湖北武穴東北，同時派遣滇吳護軍呂純率領軍隊向高望城經江蘇江浦西南進攻東吳將領於公所率領的部隊。正月25日，呂純率領軍隊攻占了高望城，擊敗了於公的軍隊，推進到了橫江以東地區，奪取了渡江的有利渡場。與此同時，參軍陳勝率領的軍隊攻取了楊賴鄉，
大敗東吳楊門將孔忠等人所率領的軍隊。東吳的力武將軍陳岱、平魯將軍朱明等人看到戰局不利，率領自己的部眾向晉國軍隊投降。2月，吴主孫皓得知晉將王弘率領大軍南下的消息後，立即命令丞相張替統帥丹陽今江蘇南京太守沈寅、护軍孫正、副軍師諸葛瑾率領3萬兵力渡江迎戰，以此阻止晉國軍隊渡江。張替率領的軍隊行進到劉渚時，沈寅向他詳細分析了晉軍來犯的形勢，說道：晉至水軍餘屬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須一州之眾扶江而下，我上流駐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江邊築城，晉莫能御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根據這一分析，沈寅向張替提出建議，應該集中兵力駐守在采石，等待晉國軍隊前來決戰。如果能夠打敗晉軍，就可以阻止晉軍渡江，還可以向西進軍奪回失去的土地。如果渡過長江去和晉軍決戰，一旦不幸失敗，東吳的大局就必將無法挽回了。但張替卻不認同這一建議，他認為東吳即將滅亡的結局，人人早就看清了，並不是今天才知道的。這樣一來，晉國軍隊一到，眾人心中必然會感到恐懼，很難再整頓軍隊出戰。不如趁着如今晉國大軍還沒有全部到達，渡江和他們決戰，或許還有希望獲得勝利。如果戰敗身亡，能夠為國犧牲，也就死而無憾了。假如能夠戰勝晉軍，北方來的敵人就會逃走，我軍的聲威就會大振。到那時乘勝南下，迎擊從西邊來的晉軍，一定能夠戰勝敵人。如果按照你的計劃，坐等敵人前來，恐怕部隊早就逃散了。於是張替下定決心，率領軍隊渡江，迎擊晉國軍隊。沈寅的建議是基於戰局的清醒判斷，守住采石，便守住了渡江要道，為上游防線爭取時間，堪充東吳的救命之策。而張替的執意渡江，實則是對局勢的誤判，與絕望下的孤注一擲。你覺得他的選擇是加速了東吳覆滅的致命誤判，還是亂世忠臣最後的無奈堅守？3月初，張替率領的軍隊渡江之後，在陽河（今安徽和縣）正好遇到王弘的部將城陽都尉張喬率領7000兵馬趕到。張替的軍隊立即將張喬的軍隊包圍起來。張喬看到自己兵力薄弱，無法抵抗，便關閉營寨，請求投降。副軍師諸葛瑾認為，張喬是用假投降的方式實施緩兵之計，目的是拖延時間，等待後方援軍。我們應該迅速進軍，將他們全部殲滅。但張替卻主張放過他們，因為強敵就在前面，不能因為這一小股敵人而影響主力部隊出戰。於是張替接受了張喬的投降，之後率領軍隊繼續前進，隨即與王弘主力部隊中的司馬孫醜和揚州刺史周俊的軍隊列陣對峙。東吳將領沈寅首先率領5000精銳部隊向晉國軍隊發起攻擊，連續3次衝擊都沒有取得成功，還被晉軍斬殺了2名將領，不得不率領軍隊退兵。晉國軍隊則趁着東吳軍隊退兵混亂的時機，派遣將軍薛勝、蔣邦率領軍隊追擊，東吳軍隊大敗。就在這時，之前假投降的張喬軍隊又從背後突襲東吳軍隊，東吳軍隊徹底潰敗逃走。諸葛瑾見大勢已去，只能收集了幾百名殘兵逃回江南。張替不肯逃走，和沈寅、孫正一起奮力作戰，最終戰死沙場。東吳的3萬多兵力中，被斬殺了接近8000人，其餘的士兵全部逃散。晉國軍隊於是勝利推進到長江江邊。此時揚州別駕何渾向揚州刺史周俊建議說，張替率東吳3萬精兵被我殲滅，吳國上下震驚。現龍驤將軍王浚已攻下武昌，乘勝東下，所向皆克，無一成土崩瓦解之勢。我應速揮軍渡江，直搗建業。大軍突然而至，定能不戰而逼降東吳。但王渾聽到這一建議後，卻認為晉武帝只命令他出兵江北，抵抗東吳軍隊，如果渡過長江，就是違背軍命，即使作戰獲得勝利，也難以獲得獎賞。
但如果失敗，一定會被治以重罪。你覺得這時王渾面對只取建業的良機，堅守於江北，節制長江下游駐軍的策略，是否體現出晉武帝司馬炎的戰略眼光？於是王渾堅持按照原來的詔令，就地等待王浚軍隊的到達，然後再統一節制王浚各路軍隊渡江作戰。何渾再次向王渾建議說，將軍身為上將，應當見機行事，主動進軍，哪有事事都等待詔命的道理。但王渾仍然不聽從這一建議。南陽王司馬昭所率領的一路大軍，從正月出兵以來，迅速推進到途中地區後，命令南陽相劉弘率領軍隊抵達長江岸邊，與東吳都城建業隔江對峙，以此牽制東吳的軍隊。同時派遣長史王衡率領各路軍隊渡過長江，直接攻打建業。王衡率領的軍隊進展十分順利，逐一擊敗了東吳沿江的守軍，殲滅東吳軍隊5、6萬人，還俘獲了東吳的都督蔡姬。王浚率領的軍隊在長江中上游地區取得勝利之後，便率領軍隊順長江向下游進軍。3月14日到達劉渚。當軍隊進軍到距離建業西南50里的地方時，吳主聲號才急忙派遣游擊將軍張相率領1萬水軍前往迎擊，但此時的東吳軍隊已經成了驚弓之鳥。張相率領的部隊一看到晉國軍隊的景氣，就不戰而降。王浚率領的軍隊兵甲布滿了整個長江江面，錦旗映亮了天空，聲勢十分盛大，繼續向前推進，逼近建業。原先吳主聲號派往交趾征討郭馬的將軍陶峻，在行進到武昌時，聽到晉國軍隊大舉進攻東吳的消息後，就停止了前往交趾的行程，返回了建業。此時吳主聲號便授予陶峻符節，命令他率領2萬軍隊前往迎擊晉國軍隊。結果這2萬軍隊在出兵的前一夜就全部逃散一空，根本沒有起到任何抵抗作用。面對西進的長期準備，而申浩卻派遣陶峻去平定遙遠的邊疆，你覺得申浩是否還在沉浸在長江天險的幻象之中？此時王渾、王浚和司馬昭等各路晉國大軍已經逼近東吳京師建業的長江北岸。東吳司徒何直、建威將軍孫偃等東吳大臣看到大勢已去，紛紛交出自己的印信符節，前往王渾的軍營投降。吳主聲號見自己的內部已經分崩離析，無力抵抗，便採用光祿勳、薛隱、中書令胡充等人的計策，分別派遣使者送信給王渾、王浚、司馬昭3位禁軍將領，請求降服，企圖挑唆3人互相爭功，引起晉國軍隊內部的分裂。東吳的使者首先把印玺送給了司馬昭，然而這最後的掙扎並沒有起什麼作用。而王浚此時正率領軍隊奮勇前進。3月15日行進到商山（今江蘇南京西南）時，王渾派遣使者命令他暫停進軍。王浚沒有理會王渾的命令，借口當時風太大，無法停船，拉起風帆直衝建業。當天，王浚率8萬水陸大軍，戰船連綿百里，順利進入建業城。吳主聲號反綁着自己的雙手，拉着棺木，親自前往王浚的軍營門前投降。至此，建國軍隊接連攻克東吳的4州43郡，降服東吳軍隊23萬。這一戰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首次大規模橫渡長江天塹的渡江決戰，開創水陸邊境多路齊發、順流直下的江河作戰典範。王浚統帥的水軍更是取勝關鍵，自古長江天險，極難逾越。東吳素來善水戰，以戰水勢立國。昔日曹操赤壁折戟，曹丕臨江退兵，都困於長江天險。而王浚僅用40天，便從巴蜀順江而下。孫浩如果聽從陸侃等人的勸誡，加強建平、西寧的戰略要地的防守，武昌下河的水勢幾天便能抵達增援建業。王渾、司馬昭2路大軍還能順利攻破建業周邊防守嗎？但歷史沒有如果。隨着東吳政權的正式宣告滅亡，三國長期分裂的局面也隨之結束。